老话常说端午安康，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句客气的吉祥话，却不知道这句话后头还有半句不依道喜乐。端午从来不是庆贺狂欢的节日，你们晓得吧？端午节这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这叫纯阳之日。你们平时总觉得阳气是个好东西，对不对？觉得阳气足了身体就好嘛，鬼神不侵。但是诸位要记住，凡事都有个极点，物极必反。端午这天天上的太阳最毒，天地间的阳气全部往外发散到了顶峰。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你拿个厨房里最简单的例子来想，就像是一锅水在炉子上烧，底下火烧的最猛的时候，锅里的水都在咕噜咕噜往外冒热气，外头看着那是热气腾腾，阳气十足。可是你低头一看，锅里面的水快烧干了呀，这锅底一干，再烧下去是不是锅就要裂了？这就叫外强中干。端午这天人的身体和自然界就是这样，外面的阳气太盛，把你体内的阳气全给拔了出去，导致咱们人的五脏六腑反而变成了一个空壳子，内在是最容易虚的。人一虚，那些平时一直压在身体角落里的阴邪之气、毒气就全都趁机往外冒。所以老一辈人都知道农历5月这叫毒月，端午这一天叫毒日。毒在哪里？毒就毒在气温一高，湿气一重，外头的虫蛇毒蚁全出来了，而咱们心里的嗔恨之火，身体里的病痛也都跟着一块往外翻腾。佛法讲得很清楚，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小宇宙，外面的大自然是大宇宙，小宇宙要跟着大宇宙转的，端午节就是大宇宙换季交班的紧要关头。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不知道护好自己，不知道守住心神，你这下半年的气运就要跟着乱套了。你想想看，一到这几天，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心烦，老伴儿是不是也容易因为一两句话就跟你急眼？这就是因为天地间的火气太旺了，火气大，人的脾气就燥，一点就走。这是天地在考验我们家庭的定力呢。所以我今天坐在这里，特意给诸位老朋友提个醒，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端午规矩和禁忌，那绝对不是什么迷信，而是几千年血泪教训换来的保命法门。这就叫扶正祛邪。趁着这阳气最盛，毒气也最盛的关口，到底该做些什么？又有哪些事情是打死也不能做的？我今天一点一滴给你们讲透，这全是不花你1分钱，你在家里就能做的护身法，教你怎么在这个能量最容易出岔子的节点，把家里的歪风邪气给退掉，把全家人的福气和元气给稳稳当当地接住。你只要听进去了，照着做了，这就等于是给你们这个家请了一尊最大的护法神咱们就先从这一大早起床的第一件要紧事说起。端午这天早上的5点到9点，也就是咱们说的卯时和辰时，这个时候是一天当中太阳刚刚升起，天地之间那股生机勃勃的阳气正要往上冲刺的时候。诸位老朋友，咱们年纪大了觉少，早上通常起得早，这正是个极好的时机。你们起来以后先别急着去忙活别的，你先走到厨房里头干什么呢？抓一小把咱们平时天天做饭炒菜用的盐，拿着这把盐去哪里？走到你家的大门口，不管是你住高楼大厦的防盗门外，还是住老房子的院子门口，你把这把盐顺着那个门槛，或者紧贴着门口的地上均匀地撒上一溜。听到这里，很多人可能要在心里笑话老头子了。
哎呀，都什么年代了，这是哪里来的迷信做法？好端端的往地上撒盐干什么？弄得脏兮兮的。你们要晓得，门是什么？门是我们一个家的气口，它就好比是我们人的嘴巴和鼻子。你这个家下半年的福气、财气，或者是外头的穷气、霉气，全都是从这个大门进出出的。咱们老一辈人传下来一句非常接地气的老话，叫门口撒把盐，穷气全靠边。这句话听着像个顺口溜，其实里面藏着极深的奥妙啊。稍微懂点阴阳五行道理的人就知道，盐这个东西它是从浩瀚的海水里熬出来的。海水是什么？是天下万水汇聚的地方，它包容万物，也洗刷万物。盐在五行里的属性是极其收敛的，它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吸收、杀菌和净化的力量。咱们平常要是腌个咸菜，做个腊肉，或者在古代没有冰箱的时候，老百姓为了防止肉类腐烂发臭，是不是都要用到大量的盐？为什么？因为盐能把肉里头那些容易变质的水分和坏东西给死死地拔出来锁住。同样的道理，端午这天正是天地间外头的毒气和火气最旺盛的时候，各种浑浊的磁场都在翻腾乱窜。你在大门口撒上这一道盐，就等于是借用盐的这个收敛净化的天然特性，在你自家的屋子和外头那个乱七八糟的世界之间拉起了一道无形的防护网。那些个四处游荡的晦气、衰气、穷气跑到你家门口，被这道盐的磁场一逼一收，它的煞气就被卸掉了，就进不了你这扇门。你在撒门前盐的时候，可以一边小声念叨一句：门口撒把盐，穷气全靠边。我跟你讲，这不是让你去搞什么装神弄鬼，在佛法里这叫定心，这就叫发愿。人的起心动念，那个能量的波动是大的不得了的。你心里头那个想要保卫家宅、保佑儿孙平安健康的坚定念头一出来，再加上盐本身辟邪化浊的悟性，这个心物一元磁场啪的一下就完全吻合了，你这个家门的气运就给你牢牢守住了。撒完了之后，你转头该干嘛干嘛去，过了这一天，你再拿扫把轻轻扫掉就行了。你看，就这一个小小的动作，根本不花你什么钱吧，但在无形之中，你就把那些容易惹是生非的霉运挡在了门外头，这就叫退穷气。那么把住了大门之后，咱们再来看看这屋里头端午这一天，打扫卫生是各家各户必须要做的事，但是老头子，我今天教你们的不是让你拿个抹布去使劲擦大衣柜，拿个拖把去拖客厅正中间锃光瓦亮的地板。到了端午这个特殊的毒日，你得学会去清理那些平时根本看不见，或者你根本就不想去管的死角。怎么清理？你去买一把干透的艾草，或者是买几根纯正的艾条，拿到家里点着了，千万记住啊，不用明火，就让它像咱们平时烧香一样呼呼的往外冒那个白烟就行了。然后你老人家或者是叫你家里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端着这个冒烟的艾草，在屋子里头仔仔细细的走上一圈。哪里要重点熏呢？我告诉你们，是你家的厕所角落，是厨房水槽底下的下水道旁边，是那个常年关着门不见一点太阳光的储藏室，还有啊，就是你们老人家最喜欢在阳台角落或者床底下堆放杂物的那个犄角旮旯。我知道很多老人家勤俭节约苦了一辈子了，家里有点破纸箱子，旧衣服老是舍不得扔，全给塞在那些死角里。你想想看，端午这天外面
太阳那么毒，阳气那么盛，那些本性喜欢阴冷潮湿的霉气，那些看不见的微小病菌，他们往哪里躲？外头根本待不住，他们有如逃难一样，全都钻进你家这些又黑又闷，太阳永远照不到的死角里去了。这些地方在端午这一天就成了家里藏污纳垢、积攒晦气和阴气的大本营。如果你不借着今天这个极强的契机把它彻底清掉，等过了端午，这些聚集在死角里的霉气就会慢慢的悄无声息的在家里头散发出来，它会吸你们的元气，让你们全家人老是觉得身上重坠坠的，没精神，老是觉得家里有一股挥之不去的怪味。时间长了，家里的老人生点莫名其妙的病，年轻人走点背运，那都是必然的结果。拿艾草熏屋子，这绝对不是什么无稽之谈。咱们古代那些将军带兵打仗，动不动就是几万、十几万的大军，在荒郊野外安营扎寨，兵荒马乱的。军营里头那是人挨着人，大小便都在附近挖个坑，别说是洗个干净的热水澡了，再加上战场上还有那么多受伤流血的士兵，诸位，那是怎样一个极其恶劣、极其容易滋生细菌的环境。稍微懂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那种地方是最容易爆发大规模瘟疫的。可是为什么咱们历史上有很多治军严明的军队，却能在野外恶劣环境里扛上几个月、大半年而安然无恙？靠的就是这长在田间地头最不起眼的艾草。那些真正懂得天时地理的将帅，只要大军在营地里驻扎下来，就会定期吩咐后勤的士兵去割大量干燥的艾草回来，在营房和伤兵的各个角落点燃了猛熏。艾草的那个烟雾一旦飘散开来，空气里的那些湿气、病气、瘴气全被艾叶里的纯阳之火给杀得干干净净。士兵们天天闻着这个烟味，伤口感染化脓的几率刷地一下就掉下来了，瘟疫根本流行不起来。这就是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来用血汗验证过的生存大智慧啊！在那个连西方医药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古老年代，艾草燃起的那缕烟气，就是千军万马用来保命的天然防护罩。这个道理放在成千上万人的战场上管用，放在咱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家里，它一样百发百中。佛法里常说，一微尘中藏着大千世界，这天底下的物理道气都是相通的。你翻翻日历算算日子，端午一过，马上要迎来的那就是又闷又热的梅雨季。到时候气压一低，连家里的墙皮都要长绿毛，米缸里都要生小虫子。你正好趁着端午这一天，天地间阳气最充足，也是毒气最活跃的时候，借着艾草纯阳无邪的烟气，把你家里这些容易躲避阴鬼邪气的死角彻彻底底的熏上一遍。这就等于说是借用了大自然的一股浩然正气，把你屋子里那些平时扫把扫不到的阴邪潮湿的毒气给深深地逼了出去，你把屋子里的这股晦气彻底赶走了，这就是在替你们全家下半年的家宅气运打下了一个干干净净的好底子啊！房子的地基打牢了，屋子里头清清爽爽，没有任何邪气作祟。老少爷们在外头忙了一天，推门回到家里，闻着那个若有若无、定神安魂的淡淡艾草香，烦躁的心神瞬间就会安宁下来。心神一安宁，家人之间就不容易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琐事吵架生闷气，老人家也气血顺畅，不容易犯病。这人只要一顺，
这个家只要一和，外头那些你看不到的福气财气自然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顺理成章，源源不断地流进你这个干净亮堂的屋子里来了。这个道理其实十分简单，对不对？所以说端午的早晨一旦起来，门外头撒把盐，稳稳地退掉外头想往里钻的穷气，门里头用艾草一熏，彻底拔掉内里暗藏的晦气，这一内一外配合起来，这端午早间的第一重化煞护身，你就算是做得很清爽很圆满了，屋里头清净了，人心也就安了。这时候趁着这股子清爽劲儿，你抬头往外头看看，不知不觉间这日头已经慢悠悠地爬到了咱们头顶的正中央。你们要晓得，到了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这在咱们的历法里就叫午时，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2个小时啊，这是咱们一年365天里头阳气最猛烈，太阳最毒辣的顶峰。这个时候你们千万别急着去忙活别的，也别急着睡午觉，有件天大的好事等着你们去做。什么事呢？接午时水。很多人一听接水，觉得这有什么稀奇的？我告诉你们，端午节这天的午时水，那可是比金子还贵重。怎么接？极其简单，你就在你自家的阳台上或者自家的院子里，拿一个干干净净的脸盆，倒上几瓶干净的矿泉水或者纯净水，直接把它端到太阳底下去暴晒，让它实实在在的晒满这正中午的2个小时。咱们有些老朋友啊，操劳了一辈子，到了晚年总担心自己福报不够，手里头攒不住钱，老觉得家里头缺那么点底气。你想补一补家里的财运和地气怎么办？端午这天天上正好挂着最大的一团阳气，这是老天爷免费给你的浩然能量，你就在刚才端出去的那个水盆里丢进去12枚硬币，跟着水一起晒。你想想看，水本来是属阴的，性子是往下流的，但是端午正中午的毒太阳一晒，极阳的火气就把这盆水的阴寒给化掉了，它变成了一盆名副其实的纯阳之水。而那12枚硬币在五行里代表着金，代表着地气，代表着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这盆水在上头接住了太阳的天阳之气，硬币在下面聚住了地上的厚重之气。这叫什么？这就叫接天阳聚地气。水气跟着正午的阳光一蒸腾，这就是咱们老祖宗常常说的天地交泰，这是天地间大吉大利的好气象啊。等这2个小时晒足了，你把水倒了，把那12枚硬币捞出来，擦干水渍，找一块干净的小黄布或者红布包起来，放在哪里呢？放在你平时出门随身背的包里面，或者直接压在你晚上睡觉的枕头底下，你就这么安安稳稳的放着，不用天天去翻它。这12枚硬币就成了一个小小的聚宝盆，它吸收了1年之中最刚猛的纯阳正气，能护着你下半年平平安安，不受那些乱七八糟的阴邪之气干扰。你心里头踏实了，人有精神了，做事情自然顺顺利利，财气不就水到渠成的聚拢过来了吗？这个道理很简单。那肯定有朋友要问了，那我不放硬币求财，我就光晒那一盆干干净净的水，这水晒热了能有啥用？这用处可大的没边了。咱们历史上有一位了不起的大医家叫李时珍，他写的那本《本草纲目》，那是把天下万草万物的药性都摸透了的。李时珍在书里头就明明白白郑重其事地记载了端午节午时水的奇妙。有一年，李时珍在民间行医，
走到一个偏远的村子里，那个村子里有不少老百姓得了一种极其受罪的怪病，叫顽固疟疾。这病一旦发作起来，人先是冷得像掉进了冰窟窿，大热天盖起床大棉被都还直打哆嗦，紧接着又烧得像一块刚出炉的红炭，反反复复，人被折磨得皮包骨头，虚弱不堪。更要命的是，很多老年人平时脾胃就极其虚寒，吃什么好药都吸收不进去，病根子就深深地扎在五脏六腑的最深处，怎么拔都拔不出来。一般的医生看了连连摇头，说这寒邪入里，病入膏肓，没治了。可是李时珍怎么治的？他没有去开那些极其昂贵的奇花异草，他就是专门等到端午节这一天，到了中午阳气最足的那一刻，亲自去采集天上刚下来的无根雨水，他就用这个正午时分接来的午时水去给老百姓熬药。结果怎么样？奇迹发生了。那些常年吃药都不见好的顽固疟疾，那些脾胃寒得像块冰一样的老人家，喝了这午时水调和的汤药，没过多久出一身透透的大汗，扎根多年的病根子竟然奇迹般的瓦解了。为什么这么神奇？佛法讲得很清楚，万法唯心造，可万物也有它的深刻之理。李时珍那是看透了天机呀，他知道这端午正午的水吸收了天地间一年之中最刚猛最纯粹的阳气，这水一喝下去，它不再是普通的水了，它化成了一团温暖的无形之火。那些藏在老百姓五脏六腑最深处的阴寒之气，千年老兵用寻常的药食根本化不开，只有靠着天地间最大的那一股纯阳之气，才能把它彻底融化，深深地逼出体外。这就是借天时化解身中疾的大智慧，顺应天地的气机流转。大自然的阳光和水就是最好的不花1分钱的保命大药。你看，这就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最高明的世间法。到了今天，咱们各位老朋友操劳了一生，平时身上多少都有点这里疼那里酸的毛病，对不对？咱们虽然不会像大医家那样去采药治大病，但咱们完全可以借这股天地的力量来养护自己啊！端午这天，你把接来的这盆干干净净的纯阳之水暴晒一中午，晒完之后，如果你觉得最近眼睛干涩，头昏脑胀，心里烦闷得很，你就拿一条干净的毛巾蘸着这水洗洗脸，敷敷眼睛和额头，那股温热的水汽加上水里的纯阳之气，能帮你把头面上郁结的那些烦躁、火气和不干净的晦气给清扫得干干净净。如果你晒的是干净能喝的纯净水，你完全可以把它倒进锅里，烧开了去泡一壶茶。端午中午，你就坐在家里，心平气和地喝上2、3口。这纯阳的茶水，不管外头天有多热，你静静地喝下去，让身体微微出点细汗，这就是把你肠胃里、经络里积攒了半年的寒湿之气，顺着这股汗给痛痛快快地逼了出去。这就等于给你身体内部的五脏六腑也做了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扫除。很多老年人到了夏天贪凉，喜欢喝冰水吹冷风，结果把本就阴寒的脾胃搞得越来越糟。今天我告诉你这个法子，不仅1分钱不用花，而且是顺理成章的借天力来补人力。端午的中午，守住这一盆水，晒走心里的阴郁，接住天地的阳气。这大自然的恩赐，只要你懂得怎么接，远比你去外头到处求神拜佛管用的多。当然了，老头子我还要嘱咐一句，咱们在接这个水晒这个硬币的时候，心里面要怎么想呢？
千万不要满脑子都是贪念，在那儿死死盯着盆子想，哎呀，老天爷，你赶紧保佑我发大财。你如果起了这种急功近利的贪心，这盆水的纯净气场当场就被你这贪念给搅浑了。你们要晓得，天地无私，你越是强求贪求，反而越是求不到。你把水盆端出去暴晒的时候啊，心里头必须要干干净净的，你就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想着老天爷把这么好的阳光洒下来，是在洗涤咱们身上的病痛，护佑全家人平平安安。你的心越平静，念头越干净，这盆水吸收阳气的力量就越纯粹。这就叫心物一元，心物相通。只要你的心安住了，这端午节最毒的日头反而成了你化煞征服的最好法宝。中午这关键的2个小时，你按老头子我说的，在家里静静坐一坐，把这午时水接好了，天地间这股子浩然正气，咱们就算是借上了。可是诸位老朋友，你想想看，这外缘再好，外头的阳气再旺，最终还得看咱们自己这具皮囊接不接得住啊。要是接来了天地正气，你自己却浑身漏气，那不就全白搭了吗？所以接下来咱们得好好讲讲自己这肉身凡胎，在这端午节到底该怎么料理。你们要晓得，端午这一天穿衣服可千万不能马虎。很多人觉得5月天到了，天气太热，在家里头反正也没有外人，就随便穿个背心，甚至光着膀子，觉得这样凉快。我告诉你们，这可是咱们老祖宗历法里的大忌讳。你想想看，衣服是什么？衣服可不仅仅是用来遮羞保暖的，在风水和气场上，衣服就是你身体外头的第一道护体罡气。端午这天是什么日子？那是纯阳与极阴交战，毒气和湿气最重的时候，天地间的那个邪风病气都在四处乱窜。你穿得少，那个衰气穷气顺着你大面积露在外头的皮肤，特别是脖子后面那个大椎穴，直接就扎进你的汗毛孔里去了。所以这天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里待着，都要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衣着端庄，不仅是对天地气机的敬畏，更是为了给自己聚气。你穿得体面挺拔，你身上的气场就是方正的，是阳刚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晦气，一看你这股气势，它自然就退避三舍了。衣服穿整齐了，咱们再来讲讲比衣服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咱们这张嘴和咱们心里的念头。这也是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老朋友最容易犯的一个致命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特别爱把自己的病痛挂在嘴边上，天天念叨。我认识这么一位老邻居，咱们就叫他老李头吧。老李头苦了一辈子，人挺善良，就是极其节俭，加上心事重，平时在小区里溜达，永远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老头衫，脚下踩着一双旧拖鞋，走路总是佝偻着背。他见着人连句客套的寒暄都没有，叹口长气，开口就是哎呦，我这老寒腿今天又疼得下不了地了，哎呦，去医院查了，我这血压又高了，心脏也不行了。逢人就倒苦水，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浑身是病，半条腿迈进棺材的可怜人。你们想想看，他天天这么念叨，家里是个什么气场？简直是乌烟瘴气，老伴儿听得心烦意乱，儿女在外头打拼本来就累，一回家推开门，迎面扑来的就是一股极其压抑的病气和怨气，连小孙子都不愿意往他跟前凑。老李头越是念叨，他身上的病反而越重，隔三差五就要往医院跑。不仅如此，家里的财气也跟着散，儿女做生意接连亏本，一家人整天眉头紧锁，
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佛法讲得很清楚，万法唯心造啊，你的心念就是宇宙间最强大的吸引力法则。你天天嘴巴里念叨我有病，我很惨，我快不行了，你的大脑听到了，你的五脏六腑听到了，就会全盘接受你的这个指令。原来主人已经不行了，原来我已经是一具病躯了。这个时候你的免疫力，你的元气唰的一下就全垮了。外头那些阴暗的病气霉运，一看你这磁场这么衰弱，全跟苍蝇见着血一样，黑压压的全扑过来了。后来啊，老李头遇到了一位真正懂点道统智慧的老中医，把他给狠狠地骂了一顿。老中医跟他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你这台机器日夜不停地转了60、70年，有些零件磨损了，螺丝松了，那叫自然规律。你别天天把它当成个天塌下来的大灾难，四处去宣扬，你这叫自己在咒自己。老李头被这一棍子给打醒了。从那以后，老头子彻底变了个人。他回去第一件事就把衣柜里那些破破烂烂带有衰气的旧衣服全给扔了，换上了干净挺阔的棉布衫。最绝的是什么？他学会转念了。以前他每天吃那些降压药、治关节的药，都是苦着一张脸，像是在吃毒药一样受罪。转念之后呢，他每天到点吃药，端起一杯温水，心里头高高兴兴地想，哎呀，这是大自然和科学给我的仙丹妙药啊！吃了这几片药，我身体的零件就加上了润滑油，我又多活一天，我又赚了。他把吃药当成了吃最昂贵的保健品。再去楼下遛弯，街坊邻居问他，老李头最近身体怎么样啊？他腰杆一挺，声音洪亮地说，好着呢，能吃能睡，福气大着呢。诸位，你们猜怎么着？不到半年的时间，老李头的面相全变了，原本蜡黄发黑的脸变得红光满面，走路也有劲儿了。儿女看老父亲精神这么好，心里没负担了，回家也勤了，家里头整天欢声笑语的，心情一好，他儿子的生意也奇迹般的慢慢有了起色，转亏为盈。这个道理很简单，你的心一旦放宽了，不纠结了，你身上的阳气就足了，阳气一足，阴寒的病魔自己就退了。这就叫心念一转，风水全变。所以啊，趁着马上到来的端午节，我在这儿劝咱们在座的各位老哥老姐，如果你今年已经60、70岁了，你去医院体检，查出来有个高血压、糖尿病，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是你这台身体机器为了照顾儿女，为了撑起这个家，为你辛勤操劳了几十年留下的光荣印记。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又有什么值得天天抱怨的？从端午这天开始，咱们必须学会转念护体，该放下的全部放下。过去的事就像死灰，你越催它，迷的是你自己的眼睛。手掌心空出来了，才能接住，老天爷马上要赏给你的新福气。特别是对于健康，别再逢人就倒苦水，别再把吃药当成受罪。端午这天，外头太阳那么好，阳气那么旺，你就在家里换上一身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衣服，把自己收拾得体体面面的。然后你端起你每天必须要吃的那把药片，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也告诉这虚空法界，我吃的是保佑我长寿的仙丹妙药，感谢这副身体陪我走了这么多年，我的身体很棒，我值得拥有最健康的晚年。你把这种阳光感恩的念头牢牢地定在心里头，借着端午这股一年之中最刚猛的纯阳之气，你身体里原本因为恐惧和抱怨而休眠的生机，啪的一下就被彻底激活了。
老头子，我今天教给你们的绝对不是讳疾忌医啊！生了病，药你该吃还得吃，医生你该看还得看。我是教你们要用欢喜心，用正气去化解它。你的心态一旦走向光明了，你想想看，哪怕外头是毒月毒日，那些阴暗的病气和霉运也绝对在你身上待不住半刻钟的。可是啊，我告诉你们，就算你上午把心态调理好了，把这正气借着老天爷的能量给护住了，千万也别高兴得太早。你别以为这一天就这么舒舒坦坦的过去了，一到这端午的下午，大概就是2、3点钟，日头开始偏西的时候，还有一道大坎在等着诸位呢。你们要晓得，这个时候正是天地间最闷热，最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们自己回想一下，是不是一到这个点儿，人就最容易犯困，也最容易心烦气躁。这个时候要是你在家里头，可能就因为老伴儿拖地没扫干净，或者小孙子把玩具扔了一地，你心里头那股无名火腾地一下就冒上来了，压都压不住。诸位老朋友，我今天可得给你们提个大醒，端午这天最忌讳最要命的一件事就是动肝火造口业。咱们民间有一句老话叫端午吵一下霉运带半年，很多人对这话嗤之以鼻，不当回事，觉得我这人就是脾气直，像个炮筒子，心里有火我发泄出来就痛快了。你倒是痛快了，但我告诉你们，你这根本不叫直率，你这是在拿全家人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福报点火烧着玩啊！你们要晓得，端午是纯阳之气最盛的毒日，这天地间的火气本来就大得吓人，你再去大发雷霆，嘴巴里骂骂咧咧的那些恶毒的尖酸刻薄的词儿一蹦出来，这就叫什么？这就是佛法里常讲的嗔恨心。你这嗔恨的无明业火一烧起来，最先烧毁的是谁？绝对不是惹你生气的别人，恰恰是你自己。你发脾气的时候气血上涌，中医讲这叫怒伤肝，你把端午的火毒和阴邪之气硬生生的给吸进自己的五脏六腑里去了，这比吃任何毒药都伤身，不仅伤身，更伤家运。佛法讲得很清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个宇宙间是有吸引力法则的。你的嘴巴里吐出来的是刀子，是怨气，是数落别人的恶言恶语，那虚空中那些游荡的晦气霉运，一听你这个频率，哎呀，原来这家是同类啊，他们黑压压的全都往你这个家里头钻。你本来是为了个针头线脑的小事吵架，结果过了端午，你会发现家里头事事不顺心，喝口凉水都塞牙，不是丢东西就是破财，甚至一家老小轮流生病。老祖宗说霉运带半年，就是这么实打实地来的。遇到气人的事，这股脾气到底该怎么化解？我给你们讲一段咱们历史上的真事。唐太宗李世民大家都知道吧，那是开创了贞观之治的一代明君，可明君也是肉体凡胎，他也有暴脾气啊。他手底下有个出了名的大臣叫魏征，脾气比皇帝还倔。魏征经常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毫不留情地指出皇帝的过错，好几次让李世民颜面扫地，下不来台。有一回李世民下朝回到后宫，气得浑身发抖，脸色铁青，咬牙切齿的大骂，我早晚有一天要把这个乡巴佬给杀了，简直气死我了，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当时他的正宫娘娘长孙皇后就在旁边，你们想想看，如果长孙皇后是个没智慧，只知道顺情说好话的普通女人，她会怎么做？她要么顺着皇帝的话狠狠骂魏征几句，借机出气，要么吓得赶紧跪在地上哭天抹泪，
求皇帝千万别杀人，但他两样都没做。长孙皇后没有跟着发火，也没有去强行跟正在气头上的皇帝争辩，因为他心里像明镜一样清楚，人在暴怒的时候，理智是完全丧失的。你不管是顺着他骂，还是逆着他劝，那全都是在火上浇油。长孙皇后是怎么做的呢？她一声不吭地退到了里屋，换上了一身平日里只有在国家举行最高大典时才穿的最庄重华丽的朝服，然后她迈着稳重的步子，恭恭敬敬、端端正正地走出来，站在李世民面前。李世民满肚子邪火还没撒完呢，一看皇后这副隆重的打扮，愣住了，皱着眉头问他：你这是干什么？我又没办什么喜事。长孙皇后和颜悦色，温声细语地微笑着说：臣妾听说，只有遇到真正英明度量如海的伟大君主，底下的做臣子的才敢把生死置之度外去说真话。今天魏征敢这么直言不讳地顶撞您，恰恰证明了陛下您是一代不可多得的圣明之君啊！臣妾这是特意换上朝服来向陛下道贺的。你听听，就这么简简单单、柔柔和和的几句话，就像一瓢清凉的甘露，直接浇在了李世民心头那团狂暴的邪火上，噗嗤一下，火全灭了。李世民一听，哎呦，对呀，魏征敢骂我，说明我开明啊，我要是杀了他，我不就成了昏君了吗？雷霆之怒瞬间化为了和风细雨，李世民转怒为喜，就这样魏征的性命保住了，大唐帝国不可估量的国运也被稳稳地拖住了。这就叫什么？这就叫以柔克刚，这就叫用无上的清净善语去化解世间的滔天恶气。长孙皇后靠的不是刀枪剑戟，更不是比皇帝更大的嗓门，她靠的是管得住自己情绪的定力和绝不造口业的慈悲心。你们想想看，连手握天下生杀大权的皇帝，那暴跳如雷的脾气都能被几句软和的柔语给化解得无影无踪。咱们在家里头遇到的那些个事，这算多大点事儿？这值得你在端午节这个关口上大发雷霆、破口大骂吗？各位老哥老姐，人老了，身体上的零件一天不如一天，这都不怕。最该修的、最应该管好的，就是咱们自己这张嘴。到了端午这天下午，太阳一烤，如果你觉得心里头有一股邪火直冲脑门，特别想骂人，特别想摔个盘子砸个碗，我教你一个最实在最管用的法子，哪怕你把嘴唇咬破了，也给我赶紧闭上嘴巴，深深地吸一口气，什么话都别接，自己转个身，走到厨房去慢慢喝下大半杯温开水，或者干脆走到自己的卧室里去，把门一关，一个人静静地坐上10分钟。千万不要觉得服软就是自己吃亏了，千万不要觉得你不吭声就是在这个家里受了天大的委屈，被小辈欺负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孤掌难鸣。你不去接那个恶声恶气的话茬，那个无名业火，它就缺少了柴火，它就绝对烧不起来。只要火不烧起来，你们这个家的家宅底气、财气和福气就安安稳稳地待在屋子里头，谁也抢不走。你今天在这大过节的日子里忍住了一句伤人刻薄的话，就是给家里的儿孙挡了一场看不见的灾祸。你今天吞下了一口想要爆发的恶气，换上一副笑脸，就是给自己晚年的健康和寿命积攒下了一份巨大的福报。你们一定要记住老头子这句话，这世间最锋利、最能杀人不见血的刀子，永远是人的舌头，而这世间最坚固、最能化解一切灾祸的盾牌，
就是你在家里头不动怒、不生怨的那份清净和软质性。你只要把下午这张嘴管好了，把心气儿平下来，家里的气场就彻底顺了。气场一顺，到了傍晚天黑的时候，咱们全家人才能平平安安、和和气气地围坐在一起，吃上一顿安稳的团圆饭。这一家老小坐在灯下，吃着热乎的粽子，聊着家常，这本是天底下最舒心、最积福的事情。可是啊，诸位老朋友，我告诉你们，饭吃完了，外头的天色也渐渐彻底暗下来了。你们千万别以为这端午节的规矩到这儿就算全走完了，到了这个时候还有最后一道极重要、极关键的关口等着咱们去守呢。很多人觉得，哎呀，白天那么热那么晒，现在好不容易太阳落山了，到了晚上这气温降下来了，咱们是不是该出去溜达溜达，或者去小广场上跳跳舞，找老街坊下下棋了？诸位老哥老姐，平时你们这么干，那是锻炼身体，那是舒展筋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唯独在端午节这一天，千万不要晚归，晚上更不要在外头瞎晃悠，尤其是那些偏僻的没有路灯的暗巷，或者是河边、树林子这种阴暗潮湿的地方，绝对不能去。你们要晓得这是为什么，这绝不是老头子我在这儿吓唬你们，这背后有着极深的阴阳消长的大道理。咱们之前讲了，端午这天是纯阳之气最盛的时候，白天的太阳那是毒火，阳气生发到了极点。俗话说得好，物极必反。到了晚上，这天地的气机就完全反过来了。白天那股极强的阳气一退下去，压抑了一整天的阴寒之气，地底下的湿毒之气就像是找到了突破口一样，接着夜色就开始往外疯狂地冒了。尤其是到了晚上的11点之后，也就是子时，懂点老历法的人都知道，子时一阳生，这是阴阳换班，天地气场大交替的最关键时刻。在端午这天晚上，这个阴阳交替的动静比平时任何一天都要大，都要猛烈。那些白天被太阳烤得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毒气、瘴气，到了晚上全跑出来了，弥漫在空气里。你想想看，你吃过晚饭，穿着个短袖大裤衩，跑到河边去乘凉，河边本来水气就重，端午的夜风一吹，那风里头夹杂着的全部都是阴湿的毒气，你白天毛孔都被热气烤得大大的，现在这阴风一吹，直接就顺着你张开的毛孔扎进了你的骨缝里，扎进了你的关节里。很多人过完端午，莫名其妙的开始拉肚子，或者觉得肩膀疼、后背发凉，怎么睡都暖不过来，去医院看，医生说是受凉了，其实根本不是普通的受凉，那是你大半夜在外头晃悠，把端午这天最毒的阴寒之气给吸进身体里去了。除了身体受不了，这更关乎你个人的福报和家运。咱们从一大早开始，在门口撒了盐，退了穷气，在屋里熏了艾草，拔了晦气，中午又顶着大太阳去接了午时水，聚了天阳地气，下午你还辛辛苦苦地管住了自己的嘴，没有发脾气，守住了家里的和气。可以说你这一整天忙活下来，就像是一个勤劳的农夫，好不容易把地种好了，把纯阳的福气和干干净净的磁场全都收拢到了自己身上，收拢到了自己的家里。结果到了晚上，你跑出去瞎转悠，在外头沾了一身的阴寒气，大半夜的再推门回家，把你辛辛苦苦在家里布好的一局好风水、好气场全给冲散了。你这叫什么？
这就叫前功尽弃啊，把你白天积攒下来的那些福报全在这一晚上的瞎溜达中给漏光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咱们平时赚钱一样，你白天辛辛苦苦赚了100块，晚上出去大手大脚花掉了120，那你不仅没攒下钱，反而还倒贴了老本。咱们养生护运也是这个理儿啊。所以这端午节的晚上天一擦黑，大伙儿就赶紧回家，把大门关好，一家人就踏踏实实安安稳稳地待在这4面墙的屋子里头。在风水上，这就叫藏风聚气。房子是干什么的？房子就是我们在天地间的一个壳，是保护我们这具肉身和神明的一个堡垒。你把门窗一关，就把外头那些乱七八糟的阴邪毒气霉运全都挡在了墙外头，而把你白天借来的那些太阳的纯阳之气、50水的清净之气，还有一家人不吵不闹的祥和之气，严严实实地包裹在这个屋子里。大家坐在明亮的灯光下，看看电视，喝2口白天泡好的茶，逗逗孙子，老2口说2句体己话。外面哪怕是阴风阵阵，毒气四溢，你这个家里面却是温暖如春，阳气充沛。这股祥和安宁的气场会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不断的循环酝酿，最后全都滋养到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就像是冬天到了，有智慧的人早就把粮食囤在了地窖里，关紧了门窗，烤火取暖，外头冰天雪地也冻不着它。这端午节的晚上早早回家，闭门不出，就是在囤你们家下半年的阳气和福运啊。咱们人老了，不要去跟天争，不要去跟地斗，更不要去逞那个强，非得说我身体好，我偏要大半夜出去走走，顺应天时。这是老祖宗留给咱们最高明的活法。太阳出来了，咱们就去接它的生机；太阳落山了，阴气上来了，咱们就赶紧把自己藏好。你懂得了这个藏字的奥妙，你也就懂得了怎么在漫长的人生里保全自己。你这一个端午节，从早到晚，该进的进，该退的退，该守的守，丝丝入扣，没有一步走错。我告诉你们，只要你这一天平平安安、顺顺当当的度过了，把你这屋子里的气场给彻底理顺了，那你接下来这一整年，甚至你晚年的这后半辈子，那都会过得如同这关起门来的屋子一样，风吹不着，雨打不到，踏实安稳，福泽绵长。好了，今天老头子我给你们说了这么一大堆心里话，我知道你们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来，我在最后给你们啰嗦一遍，帮你们把这几件要紧的事给理顺了。这第一，大清早5点到9点，抓把盐撒在门口，把外头的穷气、衰气给退掉，接着拿干艾草把家里那些不见光的死角、下水道通通熏一遍，把屋子里的晦气给逼出去。这第二，中午11点到1点，外头太阳最毒的时候，端盆水出去晒个12枚硬币，这叫接天阳聚地气。这第三，千万记住，这一整天哪怕是在家里，也要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别让邪风顺着后脖子钻进去。吃药的时候务必转个念，高高兴兴的当成老天爷赏的仙丹吃。这第四，下午人最容易烦躁的时候，时时管住自己这张嘴，遇到再气人的事，也得把那团火给憋回去，绝不造口业。这最后一点，天一黑赶紧回家关门窗，绝不在外头瞎晃悠，把白天攒下的福气严严实实的藏在家里头。这几步你们要是真听进去了，照着做了，那下半年的家宅绝对安生。但是你们要晓得，
老祖宗留下的这些规矩和法子，不管是撒盐也好，熏艾草也罢，那都是借用的外在的物，是世间法里头的相。真正的风水到底在哪里？我告诉你们，最大的风水永远是你们自己的这颗心啊！佛法讲得很清楚，万法唯心造。你心头不贪不嗔不痴，遇到事情能欢欢喜喜的去转念，那你哪怕是住在一间漏雨的破茅草棚里头，那也是在积攒天大的福报，那地方也是个风水宝地。你如果天天嘴里骂骂咧咧，心里头装的全是怨气和算计，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把全家闹得鸡飞狗跳，那你就算花大价钱把全天下的紫金洞都搬回家摆着，把太平洋里纯阳的50水全给喝光了，也救不了你的命，转不了你的运。最大的改命不是花钱去求神拜佛，而是改你的脾气，改你的念头，去认认真真种下那个善的因。你们要晓得，人有善念，天必佑之，而且这福报是越分享越多的。今天你听完了老头子我的这段话，如果你觉得讲的在理，真的对你有帮助，你一定要把它转发给你身边的老街坊、亲戚朋友。你这可不是在凑热闹发着玩，你这是在救人一命，护人一运啊！你想想看，万一你哪个老姐妹今天正准备跟家里人发大火，眼看就要造下口业毁了半年的福运，或者哪个老哥哥大半夜非要逞强，去河边吹冷风沾染一身尸毒，恰好看到了你转发的这段话，他们一下子警醒了，把火气压下去了，把出门的脚步收回来了。你这一句无声的提醒，就让他们少造了一场业，少遭了一次罪。这就是你在行大善，你这就是在无形之中给自己和子孙后代积下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啊！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咱们这些做长辈的就得做这个传播善念的提灯人。如果你觉得南师今天讲的实在，请你动动手指，点个赞，关注一下。你们要晓得，文字是有大力量的，人的念头是有不可思议的能量的。咱们千千万万个老朋友的善念，如果都能在这个屏幕底下汇聚在一起，那形成的一个清净正向的能量场，它的威力是大得不得了的。大家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里留个言，你可以写上一句顺天应时，去秽迎祥，或者是写一句心生欢喜，福泽绵长。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你今天在这写下的这句善言善语，发出的这一个清净的好念头，最后全都会化成大吉大利的光芒，实实在在的回向到你自己和你一家老小的身上。